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，他更清楚。夏老板，在他的世界里面，只有金钱利益，没有是非真相。但您和他不一样。我是他带出来的，怎么可能不一样啊？您骨子里就和他不是一类人。夏元是我的老板，也是我的师傅，更是我的恩人。我绝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。但我认识的您，是更不愿意违背自己良心的。高先生，我当年刚刚涉足药铺经营，就认识了您。虽然咱们的见面次数不多，但是您谦谦君子的形象，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敬仰。我甚至暗下决心，以后做生意也要像您那样，坦荡诚恳，负气不战，守专求真。所以我在这儿等您，只想问您一个问题：我娘当年是不是把万灵丹的配方真的卖给夏老板？高先生，楚小姐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高千亿了，告辞。吃吧，先吧。大哥，韶华，哎呀，我的韶华回来了。大哥，还好吗？我好，我好得很呢。小宝呢？他在当学徒，1周回来1次。宋平呢？他在王掌柜那儿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，我想带你们去上海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没有的事儿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那时候3掌柜找过我几次，只说了要买迟春堂，根本就没说万灵丹。再者，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，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的确是卖了，但不敢跟你说呢？不会，那个凭证我都看过，上面只写了迟春堂的招牌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，而且只卖了160大洋，根本不是什么180大洋啊。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？你还能找到吗？哎呀，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，去哪儿找去？大哥，要不咱们就再找找。哎呀，的确是找不到了。哥，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？没有。那周燕的呢？也没有。要真是找不到的话，我就跟你回上海。如果这个夏元非要强占万灵丹，我就跟他拼了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哥，别着急，就算找不到，咱还有别的办法呢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个凭证不是1式3份吗？咱有1份，夏元有1份，安克堂那儿还有1份啊。自从齐州药师休市以后，
安格堂也关门了。但人总能找得到吧？只要咱找到雷玉婷，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。雷玉婷，民国19年就死了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大爷，安克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？都在里边堆着呢。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大爷，帮帮忙。跟我来吧。哎，都在这儿。好。是这把钥匙吗？别搞错了。不会错啊，上个月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。哎呦，开了。好。你们自己进去找吧。好。10几年都没人来，这个月来2波，奇了怪了。要不这样，哥，你去那边找，我在这边找，咱们先从民国5年找起。好。跟我差不多高，眼睛很大，很瘦。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？姓周。哎，对。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死了。民国6年，少华，是不是这个？我看看。咱们去那边去，走。好。来，哥。就是这份。现在眼下的状况对少华非常的不利，必须把水搅浑。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，就说是处理师和周燕的，双方没办法辨真伪，法官也无法判断。不用了，文大哥，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，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。那太好了。夏老板，楚小姐，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。夏老板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可这要一开庭，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。主审官，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，我方请求法庭判定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原药庄，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原药庄。被告律师，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，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？
法官大人，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。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说。被告律师，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？法官大人，首原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“空口无凭，立此卖契为证，一式3份，利契人、执契人安克堂各据1份。利契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，但是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。大家请注意，2份契约非常相似，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6个字。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，要么已经去世，相比之下，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。法官大人，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。法官大人，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。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。夏元和高千亿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2人的。你要是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揍你！6个按手印的人中，3个已经去世，1个下落不明。但是，夏元和高千亿却依然健在，并且就在法庭上。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。鉴定就鉴定，谁怕谁啊？10几年都没人来，这个月来2波，奇了怪了。楚小姐，同意现场鉴定吗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上当了。上当了？我们从安克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，应该是假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，就等着我们去拿呢。法官大人，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。你们是不是心虚了？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我方请求暂时休庭。那怎么行？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。安静，请证人高千亿。证人，介绍一下你的身份。我叫高千亿，是首原药庄的2掌柜。呈证据。取指模。法官大人，其实不必取指模，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，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，而我10个手指头都是簸箕，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。但是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，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，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，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。
高天一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结束再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高先生，谢谢你。哎，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，为我仗义直言。其实啊，夏元当年买走赤春堂，手段就很下作。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，那就太没天理了。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，才站出来的。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，虽说无奈吧，但也是出自自愿。楚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这守元药庄啊，一直只做圣药批发。民国5年，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，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100年历史的赤春堂啊，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。与此同时，这关东帮和齐州帮，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控价权，打了数年，难分高下。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。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，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。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。哟，这么早就送过来了？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，把你大哥人赃并获，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。由此，他便收服了杨三爷。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，欠下了高利贷，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纵。正是。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，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武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，等该他出现的时候，他却失踪了。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，戳穿了此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忠啊。哎，这小武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，他心中不忿，便卷了一笔钱逃了。唉，二牛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。我该上船了。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？哎，没什么打算。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，着实累了。此次回家，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。万灵丹是保住了，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，实在是抱歉。哎，你也不用过于愧疚。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，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、师徒之义呀。当然，也舍不得那份俸禄。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，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。是为什么呢？楚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。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，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。我虽庸碌之辈，但是舍国家安危、民族大义，高某绝不会含糊。先生，受我一拜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先生如我将来还想出山，赤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。
楚小，楚老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告辞。馄饨啊，谢谢您。他固定会在周3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。一个人？是，我去看过了，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，动手也方便。先生，最近局势有点微妙啊。哦，是吗？前2天，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的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中国对日本的妥协退让，毕竟有一定的限度。此外，他还让驻日大使蒋作斌转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，当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，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。他之前不是奉行绝不抵抗政策吗？但是他最近在政治、军事、国防、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在搞一些小动作，好像心思变了。他真的会打仗吗？我不信。但是看眼下的情况，可能由不得他了。我判断，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，所以你必须赶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这就是市场部的情况。你那边呢？就是新厂选址的问题。之前看好那块地，本来都快签合同了，但是我们突然被业主方拒绝了。我私下打听了一下，说是业主方被政府的人威胁了。马俊才的人？应该是。不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。我觉得西南可能是不错的选择，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上海或者南京。我马上着手。好。哎呀，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，就到这儿吧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少华，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？我想回家之前去吃碗馄饨。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啊？你不是保持身材不吃宵夜的吗？哎呀，今天突然一下想吃了。平常都是你一个人，今天咱俩一块儿，行吧？哎，春慧，那你去吗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工厂一趟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最近多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就在那儿。今天人挺多的。你先坐啊。老板，2碗小馄饨。好的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我最近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。会不会是马俊才的人啊？难说。谢谢啊。哎，那3颗子弹是他们寄的吗？
他们这帮人最爱使这种招数来吓唬人。我可听说，杨信佛、史量才都是被他们杀的。少华，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？谢谢，谢谢。咱们赶紧吃，吃完赶紧走。这些天你也小心点，别一个人出门了。我去加点香菜。好。老板，我也多来点香菜。哎，好的，自己去。哦，好。少华，小心！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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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车！快上车！好。二娘，你挺住！我真的不能住，真了。我真的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啊！你挺住。万幸，子弹没有打中要害，放心吧。醒了。我在哪？医院。医生刚刚给你做了手术，子弹已经取出来了。他们真开枪。还好你没事。不过医生说你失血过多，得好好休养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但是你差点。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了，你为什么要冲过去？为什么不躲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也会冲上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没有你那么勇敢。我不是勇敢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你。阿牛，谢谢你。咱们姐妹之间不说这个。家属可以去取药了。你再睡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取药。少华，我只是让你们吓唬他一下，怎么还真的开枪呢？我也没想到跟他一起那女的那么猛，竟然敢抢我的枪，然后就一不小心走火了。不是你们说，平日里就楚韶华一个人在那儿吗？但偏偏昨晚上就多出来一个女人。我让你们手脚利索点，别给我惹麻烦，结果把事还是给我办成这样。局座，要不我们再干一把？不用了，这把威慑力应该够了。那后面的事儿，巡捕房那边我来打发。
你们几个这几天出去避避风头。是。滚！喂，你好，楚小姐，我是马俊才。马委员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听说贵公司的副总经理白小姐遇到了劫匪，还挨了一枪，特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马委员真是消息灵通啊！不会是劫匪给你传递的这个消息吧？我是听巡捕房的人说的。你也知道，我跟巡捕房的关系很好，再大的事，他们也会替我兜着。你这是在暗示我，你可以只手遮天吗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现在的世道不太平，楚小姐外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，特别是走夜路的时候，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。毕竟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要是再遇到了劫匪，那可就要人命了。马俊才，转告给你主子，我楚韶华就算是丢了性命，我也不会屈服。关于我们的合作，楚小姐如果改变主意，还请随时跟我联系。你和白冰心同进同出，我忍了。你让我不顾体面，大闹一场，赶走白冰心，我也帮你做了。没想到，你不仅要赶我出门，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女你都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有我的计划。你的计划就是钱吧？淑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钱。我给你的钱足够你还有孩子下半生衣食无忧。是啊，也只有钱了。谢谢你的理解。理解？我只是看透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当初娶我，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。这几十年来，我辛苦付出，但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替你尽孝的丫头，打点家务的管家，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。不尽然，我们还是亲人。好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做了几十年下园屋里的，我现在终于可以做回我徐淑芬了。
谢谢。淑芬，照顾好孩子，照顾好自己，看好你手上的钱。你自求多福吧。其实都不用扶着我了，我今天觉得有劲儿多了。韶华，我来看看你。感觉你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多了。是啊，医生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你去忙吧，我来陪他。好。哎呀，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回药厂工作了，真待不住了。二妞，你可能暂时不能回药厂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也要出去躲一躲。怎么了？你这次枪击的事件，巡捕房结案了，说是遇到了流窜的劫匪。哎呀，这案怎么结的呀？明明就是马俊才的人干的。马俊才倒是不避讳，他就直接威胁我，如果我不跟他们合作的话，他们是绝对不会罢手的。看来是他们铁了心了，一定要拿到万灵丹的配方。二妞，这次是你为我挡了一枪，不然的话，我早就身殒不测了。但是，下一次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，我也不知道。咱们去告他们，天下这么大，我就不信了没有咱们讲理的地方。二妞，我就怕还没到讲理的那一天，我人就不在了。呸呸呸，不许胡说。我不怕死，我只是怕我死了之后，万灵丹就从此失传了。韶华，你不会有事儿的。二妞，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，所以我想郑重的拜托你一件事。你说。我备份了一张万灵丹的配方，我想交给你来保管。交给我？我能信任你吗？当然能。那你必须要答应我2件事。第一，等我死了以后，才能打开这个信封。第二，你拿到配方以后，帮我把万灵丹继续发扬光大。你还是不要把万灵丹的配方给我了。怎么了？我也许不配。二妞，你在我心里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，咱俩之间的感情，不只是交心的，更是过命。所以，万灵丹交给你，我更放心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。那我希望，我永远没有机会打开这个信封。这样就好了。以后，不论我遭遇什么，我都能安心了。哎呀，韶华，你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不会有事儿的。对了，池春堂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好，你去忙。明天见啊。
明天见。嗯。是我拿到了。